就是今天为什么会突然没有预告给你们做一个直播呢？就是因为大家我看到有一些讨论，然后也想直接给你们去做一些详细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现在开始，然后就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因为是这样，今天怎么讲比较突然吧，因为我是没有预想到的，所以就是等一下整理一下我手机里的东西，都是我的一些参考的东西。然后针对大家的一些疑问呢，我先来做第一个解答，就是我们的先从 MV， 就是我这首新歌 EP 的预告照来讲。我们的预告照是这样，一共有4张图片，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4张图片一共是采取了拼图的方式，因为当时我是觉得，我感觉因为这2首歌其实说实话，它都是因为现在已经不怕剧透了嘛，这2首歌都是写的我，但是它又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感觉有一点分裂。其实就是一个是比较抒情一点的，然后一个是比较有性格有态度一点的，但其实这讲的都是我，所以当时我就有跟姐姐们讲，我说我想采取一个这样拼图的作用，然后跟我们的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呼应，然后就有了我们的拼图概念。然后拼图概念当时我们是整体宣发的是先预告图，然后再做的 MV。然后我们是觉得想从 MV 故事线来走一个这样的，比如说大自然，然后有第一章是拿微博来讲吧，我的工作室。这个就是我工作室的图片，第一张参考了水，然后 MV 里面呼应了深渊，然后具体的故事线，然后我一会儿再给你们讲。我们先从预告照开始说。从文案可以看出来，文案写的是坠落流浪寻取与深渊的缠绕，呼应了 MV 中深渊场景。什么是答案？也呼应了故事线。这个红色的是我，然后当时是我们现场拍的图片，给它合成了，就是做了一个合成的这么一个技术，合成到了这个水里面。因为其实我们这个 MV 已经筹划了很久很久。然后第2章森林，也是昨天发的预告，然后可以看到森林，这是森林，然后这是树木。文案是奔袭危险奔袭，陷阱伺机而动。什么是自由？也是呼应了 MV 里面的场景，还有我们的故事线，就是我被黑衣人抓到，然后的那个故事线，具体的故事线我一会儿从头给你们讲啊。先从预告开始，然后第3章预告是废墟里面的图片，然后故事线里面也会体现为什么是废墟，一会儿给你们讲。然后我们的文案是，大家其实都看了，我就珍惜时间不一个念了，也是呼应了我们废墟的理念，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废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产生。然后最后一张预告，这个是我们的宫殿，就其实这些都是提前已经做好了的东西，
博弈、静谧、主宰，然后就是文案嘛，就是也是呼应了我最后成为女王的这么一个故事线。然后我们现在来开始讲我整个 MV 的一个背景来源吧。是这样的，因为每一个人其实他都有一个人生的经历，因为当时其实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这首歌的歌词我有参与一部分，就是因为什么说这首歌是我呢？就是因为我会把自己的一些经历然后写进去，然后把这首歌更增加一些真实色彩，让就是大家也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情绪和不一样的我，所以我把歌词写了进去，然后包括传达故事线的时候，我也是希望以剧情的方式表达我在歌词里面所写的我的经历。然后我的经历是人生经历嘛，我觉得不可复制，这个肯定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人生，然后每个人也有每个人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我就把我的经历写了进去，就大家我觉得从 MV 也能看出来我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应该很简单。但是呢，我们的故事线但是一个 MV 是需要有故事线的产生，然后才会有情节的产生。首先我们先从森林来讲，我先一点一点说吧，因为我这个人可能讲话有一点笨，而且再加上这个直播是我就是突然去直播的，可能会有一些没有条理，因为我就想立马把我心里所想然后告诉你们，也不希望你们就是对就是希望你们可以理解我所想。先从我们第一个场景开始讲，这个是我们的绘画手稿，我们的绘画手稿在这里可以看到吗？先是一只猫头鹰，然后追着我在丛林里奔跑，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夜晚的一个动物，然后包括它是一个巡视的功能，它是一个监视者的这么一个功能，选择了猫头鹰是这个原因，因为猫头鹰是晚上活动的动物嘛，然后再加上它的头可以这样来回的转，就是证明它可以36度无死角的去监视你。当时选择猫头鹰的原因是这个，然后我们就是来到了被追赶的情节，就是有很多的黑衣人去追赶我，然后想要抓到我。首先呢，我的身份是一个祭祀少女，然后包括我们当时选择的妆容啊，然后这个点点也是 W 的形成，然后耳朵上的透明的是我一直有在用的滴胶装饰品，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经常会使用这种滴胶，这个是我那个星光样的时候，对，大家也可以从别的地方去找到我使用滴胶，然后再加上我之前拍杂志也有使过滴胶类的产品，那是在好早之前了。我说这个话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在好早之前了。然后包括那个咱们的文老师呢，你们也比较了解他也是经常去使用他们的就是这个手法，滴胶手法。这个手法在他的那个，这可以讲的嘛，就是在他的社交软件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他使用滴胶已经使用很久了，然后包括给别人拍杂志也会使用滴胶，然后这就是我们耳饰的来源，透明的滴胶产品。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正好我就一起说了吧，我们森林原来我们的造型参考在这儿，等会儿我得找一下，就是都在我的那个手机里面，因为刚才我们进行了一个这样的沟通，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以后，沟通完了以后我就立马来给你们直播。
森林我们原来准备的是白头发，就是本来不是宫殿是白头发，但是怎么讲呢？宫殿原来是红头发，但是就觉得戴上那个假发以后，然后我的那个脸吧就被勒成了这个样子，就很奇怪。然后那个红色的假发就被我们 pass 掉了。来找一下我的裙太多了，找一下我们原本森林的头发。这个直播可能会有一点长，因为我没有事先的去找手机里的东西，都是现找的，就是没有做任何准备，立马就想直播。在这儿设计方案是白头发，白色的假发，然后这是耳饰，就是滴胶，然后白色的假发是宫殿的白色假发，上面写着是这是上面写的，妆面透亮，些许雀斑洒在鼻尖脸颊，但被我 pass 掉了，我觉得有点那样会有点奇怪，所以我改成了珍珠。面部无其他颜色强调，刻画野生眉，自然感，睫毛根根分明，唇部透明，细闪啫喱点缀，留白身体皮肤，吹细细3分，白金色前蕾丝假发，长发到腰的位置。自制耳饰和半透明美甲，对，然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刚才那个滴胶我已经给你们讲过了哈。然后这个就是讲到了我们的森林部分，然后我接着往下讲。我可能说话有点没有条理，但没办法，就是人无完人嘛，就然后我们讲到了追逐我，完了之后到了森林，然后最后我被抓住了，然后我首先看到了一个人，那是谁？我们还没有交代，因为是首先看到了一个背影。首先我跑到了这个森林里，完了以后我停下来了，我停下来做一个休息，我看到了一个亮着光的东西，就是它有粒子流动的那种东西，然后感觉前面有一个人，不知道是谁。然后我就上去触碰它，想触碰它，没有触碰它，然后就被抓到了。对，然后这就是我们森林的部分。我觉得就是你们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留言在我的留言板上面，我会为大家一一的去解释。可能我有点太着急了，就是讲话有点不利索。然后我们现在说祭坛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就是你们觉得我像那把刷子，那就不聊了，好吧？就化妆刷就不聊了。然后包括我觉得我也需要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祭坛的美术置景，因为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大家做了很久做出来的，所以都是需要时间成本的。你不可能就是说这个东西它一下子就拍出来了。这都是需要时间的啊！我找也需要时间，等一会儿，我得往前翻很多我们的，哎，过期了，等会儿我要一份。等会儿过期了，哎呀，真的是。在这儿，怎么上面还写着卫生间？这个是我们那个画的这个图，这个是宫殿的图，然后这个是祭坛的图，然后这个是这么看吧，哎，这么看，这个是我们深渊的一个图，然后这祭坛。我就先跳过了，因为祭坛倒还好，倒没有一些别的什么发言。先说宫殿吧，宫殿是这样的，其实它刚开始不是这个样子，它刚开始是就是也有一个小插曲吧，但是这个东西我讲了讲，就大家就听吧，就相不相信的就你们自己定夺吧。是这样的，本身呢我们的祭坛没有那么多根柱子，然后包括我们参考的时候。画的图是这样的，
我们给的图是这样的，就是这种概念给的图，就是他们美术那边画的这种虚拟场景吧，模型建图。然后后来发生了什么呢？哎呦，后来发生了就是，本来它就是只是一面，没有就是说特别多的那种构造设计。完了之后，我们因为提前是要置景的嘛，因为大家置景就需要很长的时间，然后我们租那个场地，置景了之后呢，然后导演觉得不太满意，觉得这个置景可能有点简陋了吧，因为我是自己花钱去那个拍摄的这个 MV， 所以当时给导演的预算可能也有限，所以就这个是没有办法，所以才这么跟你们讲的，不然我是不会这么讲的，我不会说我自己花钱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我们就导演觉得不满意，他就自己加造了，他就是觉得对自己的作品有一定的要求，他就往上加了一些柱子，制造了一些景深的感觉。其实我们 MV 现场拍摄的时候，它的柱子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就是给的那个参考图啊，就是想要的参考图是这样子，就是这种神殿吧，类似于。然后我们的现场是啥样的呢？现场你们看到的是，等会儿我又得找了，就我记得当时在是有发过的，找到了，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现场的图片，大家有看到吧？为什么后面放这个蓝布呢？是因为它好去搞特效。至于为什么是蓝色的，这个就要问特效的老师了。这个是我们宫殿的景，这是搭的可能有点不太一样，然后跟大家看到的有一些区别，但是确实搭出来就是这样的。我不可能把它拆了再重新搭，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也不可能弄虚作假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图片它拍出来就是这样，我不可能刚才在几个小时之内，然后再去搭一个宫殿出来拍一张图片。这个就是我们宫殿的景别，然后缔造出了通过导演团队的手法缔造出了这种景深的感觉，这也是就是重金打造的一个景别。然后我们再来说宫殿的。往下，等会儿我的故事图呢？故事手绘图，祭坛跳过了，现在是宫殿。然后我顺便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那个，这个你们后面都可以截图啊，我相信你们的强大，可以截得到吧？这个是祭坛的景，然后我就出现了。然后为什么当时觉得，其实我有跟导演沟通过，我说女王要出现的这么早嘛，毕竟我们的故事线是我后面征服了这个世界，然后就是这个 W 的世界，然后我才去变成女王。然后导演说，为了给观众更好的视觉享受，我们不可能就把祭坛前面包括等等深渊去铺那么多，肯定是要通过好看的角度上面来讲，我们把女王，因为女王是花钱花的最多的场景，所以我们要先把女王这个故事线给它出来，其实也是没关系的。然后我就同意了。然后我们再接下来，你们能不能给我留言一下，不然我会忘记我要跟你们解释什么。啊，对，然后那个妆啊，那个泪钻妆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我从出道的
第一支 MV 开始，然后我就很喜欢使用钻石这种东西。我记得我第一次使用钻石是在嘴上，但是这没有什么可比性啊。我们现在要说的是眼睛，对吧？不说嘴巴，我的眼睛，大家可以通过我所有的活动图上面发现，我很喜欢使用钻石滴泪这种造型，无论是黑色的、银色的还是彩色的，我都比较偏爱，还被你们吐槽过。但是我觉得这样更能有画面的这种和谐度。就比如说泪钻，我当时在红衣服那一身，我有贴过黑色的泪钻，就是滴下来一滴泪。然后包括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本来的 MV 造型想用的是什么样的钻。是这样的，这个是老师给的我们的这个设计的版本，上面写的是，因为你们可以看到，我宫殿本来是打算做我自己的红头发造型，但是那个假发真的有点一言难尽，戴到我的头上以后，它有点奇怪，有点显得我的额头很那什么，然后我们就把它换掉了。然后至于那顶假发，我相信文杰那里还有，然后他可以，就是对，你们可以问他要。对不起，文杰。然后为什么我们没有按照这个东西去实施呢？首先是它真的会有一点夸张，就是文老师的思考的方面可能也是想给我带来一个不一样的突破，所以我只沾了下面这一点，就只沾了这下面这一点，而且我也觉得没必要跟人家完全一模一样吧，他找这个参考，我是觉得参考只是参考而已，并不用就是说照搬这种东西，这个真的不太好，我自己是有这样的认知的。然后我们就把眉毛去掉了，因为遮着眉毛，我只有一边眉毛，真的很奇怪，所以我就粘了下面。而且钻就是那些钻，就是它是哪里买的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差不多钻，彩色的钻也不是一样的。这个泪钻妆，我之前就是有贴过，大家应该知道我很执迷于泪钻这个东西。然后上面写的文字是：齐臀长度，酒红色大波浪卷发，纹理干净清晰，发质柔顺光泽，自制长尖美甲，异形满钻美甲，眼妆根据服饰去选择颜色，用异形钻出纹理，彩绘形式，类似于这种身上点出小圆钻间接性点缀。然后那个绘画式花纹我就没有体现了，因为我觉得会有点奇怪。我想想还有什么要说的。对了，然后我们为什么然后我们贴的那个钻的那个彩色是跟我的衣服有呼应的，我的衣服也是彩色的，是那个什么牌子我忘了，是服装老师那个从国外借过来的吧，应该是。因为这个其实说实话，从服装我们就能看出来，它很多的服装是需要时间的，而且运到北京也需要时间，我不可能就是立马去完成这个，这要需要耗时很久。然后做了一个彩色的呼应，然后我们再来讲下面的环节。然后是废墟那套衣服。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废墟那套衣服，找一下啊。在这里，这是我们废墟的 look， 这就是全搭配 look， 就是它有很多套，然后我们并没有按照一套一套的去选，不可能是按照谁的衣服我们去挑选的，是我们尽自己所能把可以借来的衣服，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快递的话会比较那个啥，我们肯定是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能借来的衣服给它借来。
然后我们也是现场试妆的时候，因为我记得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也有点不舒服，然后我们去试妆，在一个棚里试妆，我们试了很多的衣服，然后有的不合身，然后有的侧面会显得有点鼓，我们就把所有穿着好看的衣服进行了一个搭配。因为我总是这个样子，我总是比如说会让服装老师借很多的衣服，然后差不多借多少件我就数不清了，我们是从很多件里面去搭配的，而不是说一整套给它穿完。你们可以看到我是没有完全按照这里面穿，我们是现场的去挑选，可能这个背心需要一个纱质的内搭或者是怎么样，可能这个裤子里面外面需要再加一个，因为我那个裤子有点就它是三角的，它那里面的打底裤，所以需要再加一个外面的外搭，就遮一下，不能太那个什么。然后至于鞋子就是这么几双鞋子，我除了你们刚才截图里应该有看到，除了我 MV 穿的那双鞋子，还有黑色的鞋子，然后还有长毛的靴子。这个长毛的真的太热了，所以当时我就没有穿。然后再加上金色的鞋子，这个是高跟鞋，我也没有办法穿，因为我要就是跳舞，所以我就把这个高跟鞋给 pass 掉了。本来那个宫殿我也是要穿这么高高跟鞋的，就是盘脚的那种带钻的，但是因为为了呈现更好的舞蹈效果，我也没有穿鞋。我记得当时还划破了我们很多人的脚，那个地就是个小插曲啊。然后还有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翅膀，我都没有选择。然后包括我们本来是打算戴类似于这样的眼镜，为什么后来选择了头巾？是因为戴眼镜这里会把这里勒得特别的，然后会显得脸大，所以我们当时就没有戴这样的眼镜，选择了头巾。然后头巾里面我们还加了一个不一样的铁刘海，因为当时我觉得我看到那个铁刘海，它这样罩在这里，就是很有那种风格，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铁刘海，外面选择了一个头巾。而且我们当时拍 MV 就是30个小时嘛，然后大家其实大概都没有怎么休息，然后当时可能也是处理的铁刘海没有露出来很多，然后可能就是头巾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就会让别人截图吧。其实我能理解，就大家到那个时间了，可能就是都不会，因为其实头巾应该是再往上一点，然后多露出一些铁刘海的。但是到了那个时间，其实大家都已经，其实我也已经就感觉快不行了，所以没有非常细节去调这个东西。这个棕色的靴子就只有这么一双，还算比较平，就我还能给它。就是还有这一双也是棕色的，都是棕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棕色是平跟的。然后还有一双这样的，因为什么这样的没法穿？因为它前面的底儿很厚，就是我做蹲下的动作或者是这样的动作的时候，我会觉得不得劲，所以我就没有选择前面底儿很厚的，我是选择后面有一点点跟的这样的鞋子。其他的鞋子为什么不选？我已经跟大家讲解了哈。然后我们再看看有什么疑惑呢？就接着往下讲吧，废墟，反正我就看见啥讲啥了，我没有经过什么措辞之类，可能会有点乱，你们可以后面就梳理一下。还有至于我为什么要躺着这件事情，我有点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躺着，就因为我们的故事线是这样的，首先我到深渊了嘛，就是到深渊是一种挣扎的一种故事线，我们的手稿里面都会有写到。在这儿，这是我们的手稿，大家截一下图。深渊内心预言，在深渊轮廓剪影。预言坐在水上，把手伸向天空，痛苦着。有看到吗？这是我们的手稿。
内心预言，预言在水面上坐着唱歌。但至于我为什么没有坐到水面上呢？就是因为它那个裙子，如果要是想好看的话，就必须下面垫一个苹果箱，因为里面都是水，而且那个时候是微凉的天气吧，就感觉我非常的冷，我感觉那天我都要冷死了。然后所以怎么说呢？我没有让自己的去坐在水面上。去挡不住那个苹果箱，因为我是知道的这样是穿帮的，所以我肯定要躺下。但是我是给你们展现一下啊，这个苹果箱是这样的，这样垫在下面的。如果我坐在上面，它这边就是露着的，露着的话呢，它就是不是特别好看。而且我们的镜头摆的是从这儿摆的镜头，就是从这儿摇上来的，是一个摇臂镜头，它是最远可以照到那一边，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坐在这上面。然后我们的那个手稿的这个就只能当时去调整，因为大家都很困了，你不可能我再去纠结为什么这个跟手稿不一样，为什么我要躺在这里，那我后背湿了怎么办？我没有去纠结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事情，我就躺在这上面了。然后躺在这上面以后，我就可以完全把这个苹果箱，很薄的一个苹果箱，因为我照片里全都有，然后包括花絮里都有，我都没有 P 掉这个苹果箱，我就只能躺在这上面。完了之后，包括我们的故事线为什么要在深渊，是因为我掉进了深渊里面，自己做了一个内心的挣扎，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幻象的体现吧，就是我们手稿里面搁下面了。我们幻象的体现，你看我有很多的倒影，我渴了，喝口水。我们有很多的倒影在这里面，它这个倒影体现的是什么？你可以截到图哈。他的内心各种情感反射在水上面，有愤怒，有疑惑，有无奈，有恐惧。他的手缓缓触碰水面，水面其他感情投影都消失了，就大概这是。好了的话，告诉我一下，我怕我说到什么东西你们不知道。好了，那我们继续来。然后你们也可以从 MV 里看到我的后面是有那种幻象的，就是有不一样的情绪，这也是根据我的内心做一个呼应的一个故事线，我的不一样的情绪。但是为什么后面其他的是一样的？我之前我的手机里面我也有提过这样的疑问，我说为什么不是说我跟导演我反映说不是说那个后面都是不一样的嘛？然后导演给我这边的回复是说，我们考虑到画面，因为它是不一样的角度，然后你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是这么拍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花絮里会体现我当时拍摄的东西，所以为了整齐和画面好看，我们只能是说P 成一样的在那里，但是我很多种情绪我都拍了，我的 vlog 里面有体现，什么导演在那里喊痛苦，然后我就痛苦，然后导演在那里说无奈开心，然后我就无奈开心，就是我们都有录到，在后面可能会放给大家，我都已经这么说了，肯定就是有，我也不可能去补拍，所以不用对我产生疑问。我不是跟你们讲的啊，我不是跟你们讲，我知道你们相信我，我知道我不是跟你们讲的，我怕就是别人会断章取义，我不是总是有人这样吗？然后我们再来说到下面，说到下面，我们这个就是深渊已经讲完了，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本来决定我们的 VJ 是这样，就是你们后面说的那个月亮，对吧？不是你们，就是后面有人说的月亮。我们本来的 VJ 场景是这个样子，等我得找一下。我们本来的 VJ 场景是这个样子的，我放给你们。其实也是偏现代科技这种东西一点，然后还有这个，也是偏现代科技一点。但是你们知道吗？这个东西它这个好像这块没有录上啊，就是
我们到了现场，我换好衣服以后，那个时候已经是早上起来了。换好衣服以后呢，我看到我说我说这是啥？我说这为什么这么蓝？因为其实它在这个手机里面其实是还好的，没有那么蓝。但是到了那个现场，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LED 屏，到了那个现场它非常的蓝，我说这蓝色能跟我的这红色搭到一起吗？然后我就很纳闷，然后他们为什么是改颜色了嘛？突然，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蓝色的这个 VJ 背景，然后换成了这个 VJ 背景，就是你们说的月亮，它是一个光之门的感觉，就是它打开了一扇门，就是跟我们的故事线是呼应的，就是我们从深渊里，我要从深渊逃出这个地方，要有一扇光之门去打开。而且我也总讲嘛，因为我也想从 MV 里体现有一束光的出现，然后把我救赎，这也是我很早之前讲的一句话，在节目里面，但是我不想拿这个再去细去说了，就是你们都知道我之前讲过的话，也希望你们帮我就是截图一下。然后我们就是出现了这束光，然后我被救赎了，然后我从内心挣扎的深渊预言里逃出来了，然后打开了一束光。至于后面为什么是月亮，我很早之前我就强调过很多次，我很喜欢月亮，然后包括我耳后面也是月亮，这个东西我就不想强调。而且当时现场非常的着急，我就决定立马去换掉这个 VJ， 那我们就没有时间可以等。然后我就说选一个月亮的 VJ， 我们就是换上去了。因为我之前觉得就是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产生，就是光之门的话，它这样打开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东西的产生，而不是说它是那种像我刚才给你们看他们第一时间去挑选的这种蓝色的杠杠还是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不是光之门，所以当时我们就换成了这个。算了，我还是讲一下吧，我怕到时候他们去截这个直播视频的时候说我不讲这句话。我之前有对你们讲过，你们就是我的一束光，然后所以我才会把这个光去融进我的 MV 场景里面。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说。还有什么地方冲突呢？类钻庄讲完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森林，我们森林的实景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要在森林里？我当时已经讲了，我 MV 的刚才我讲过，我 MV 的大概的一个故事线就是大自然，然后我有拍海类的，就是水类的，然后还有土类的，然后就是废墟是土类的嘛，然后那个水类的是我们的那个深渊，然后包括金类的是我们的宫殿，然后还有，等一下，不好意思，等一下，马上。喂，姥姥，那个我们现在我在直播呢，那个一会儿再给您回过去啊。我们接着说，然后我说到哪儿了？森林，对，然后我们森林是木类的，就是里面有木头啊，然后包括树叶啊，类似于这种，我们是以这样的概念去一点一点往下串了我们的场景。然后这是森林的部分，就是刚才的妆造我也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然后例如这个衣服的颜色呢，这衣服的颜色我要怎么解释？就是土色系的，因为森林里有木头嘛，那我肯定就选择一个土色系的衣服。然后我们就是包括导演也是建议我们穿一个这种木类木质的这种衣服，这就是颜色。因为你 MV 的场景它是森林，那给你选择的，你不可能穿一个
银色的衣服在里面，它是不符合的嘛。就但凡就是有美术审美的人都会就是会往这方面想，就是会啊，那就是土色，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再说一下，这叫什么行星撞击这件事情。行星撞击这个事情是我们的从故事线开始走的，因为我们的故事线是什么？就是我处于了一个不好的世界里，可能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我们不得而知，就是一个未知的世界。然后包括我在这个未知的世界里面受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吧，就反正 MV 里就是这样的。然后具体我就不带入了，受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我觉醒了。就他们把我抓走了，抓到了这个祭坛里面，然后大家通过故事线也可以感受到，我睁开那一双眼，完了之后，这个监视者正在看着我，因为原来我们的监视者是打算放置一些什么放大镜之类的，但是我坚决打没，我是说这个不行，这个东西我见过，所以我不要用，就是因为我确实是见过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说只取一个放大镜去放大我，然后通过镜头的方式给它表达出来，然后我们那些就没有再用了，就是虽然它花钱了，但是没有用了，然后就把从我这样，然后啪一睁眼，然后我觉醒了，然后他们完蛋了，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剧情，大家应该有看到我在那个立方体里面，然后他完蛋了之后呢，他的面具掉在地上，他熄灭了。然后就是相当于他们统治的世界结束了，我觉醒了。然后我觉醒了之后呢，那我肯定是觉醒到了我自己的世界，我另外的世界。因为对于我来讲，这个世界是割裂的，就是我有我自己的世界，然后他们可能会我推翻了这个世界，打碎了这个世界，我把这个祭坛我给炸了，所以后面有废墟。因为我把它给炸了，所以它才有废墟这种东西的产生，就是你们不是你们，对不起，呸，就是别人所说的沙漠，它不是沙漠，它是废墟。因为我把它给炸了，所以它全都报废了。就它后面有火，有流星，这流星是什么？它是我的泪，就是我流下来一滴眼泪。我对这些东西。我怎么着？我是人是有感情的，我肯定要留下，就算是坚强的眼泪也好。无论如何，就是导演就是设计了一滴泪吧，反正，但是我们也没有就是去这个东西也不重要，不纠结，没有人讲。留下了一滴泪之后呢，我们这个泪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不好的世界给它炸毁了。你们有看到一个三角的这样的东西吗？就是给它给炸毁了，就没了。这是我的泪，就是我这泪里面包含了什么？为什么我要自己直播去给你们讲解这件事情呢？因为我怕图文你们看不清楚。之前他们说你可以图文解释，我说不，我要自己直播。这个泪里面包含了我委屈，我的心酸，包括我的各种复杂情绪，包括我对未来。然后我进行了这一滴泪的诠释，虽然它没有体现，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概念问题，一定要给你们讲清楚。然后出现了这么一滴泪，然后把这个东西，我的所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我都抛掉了，然后包括它产生了这么一个东西。等一下，我姥姥找我妈。妈妈跟我在一起呢，她那个手机她用不了，因为我在直播，她用不了，所以因为我的手机我得看着，那个她看不见，现在一会儿回过去吧。好，我们接着讲啊，然后这一滴泪，然后她把这个给毁灭了。当时我也有讲过，我说这个东西它肯定不能是真实的。不能是真的把什么星球给它
这样有恐怖的行为，只有不好的引导。所以我当时讲了，这绝对不可能是星球或者是什么一类的东西，一定要是虚拟的，它一定要是。它虽然可能看起来是圆的，或者可能看起来是什么形状，但是它绝对不能在现实存在。这个是我向导演所表达的，这个我手机里面都有。如果你们后续还有人去质疑我的话，我可以把这个聊天记录翻出来，然后并且录屏。但是我是觉得这样有点没必要啊，这样我的隐私都会泄露出去了，到时候没有必要为了有一些人这么做。然后就是这个沙子的环节，还是废墟吧，我们还是讲回废墟，讲回等一下，我要空降，哎呀。没关系，没关系。如果他们现在要求空降的话，那我现在空降也可以的，没关系的。我可以一边解释一边空降吗？或者你们要等我一下吗？因为毕竟这个都是跟你们的互动嘛，我不想就是尽量不延迟。没关系，他现在还没回我。然后那个，我们先来讲一下废墟的部分。我们废墟当时画的图，可以看到是这样的。这个在这儿，因为它其实现场它还布置了一些怎么讲呢，垃圾这种东西，然后我是觉得有点奇怪，画面有点乱，所以我们后来现场就换成了沙地，上面就没有垃圾了，因为我觉得要把垃圾丢出去，这样会很乱，而且包括它垃圾它会有一点具象，就是生活垃圾会有点具象，感觉不太符合我们这个场景，不太符合我们虚拟世界的场景，所以就把垃圾去掉了。QQ， 等一下，我先搞一下空降的事情。QQ 登录。吓死我了！稍等一下啊，这是我的账号吗？登录 QQ， 立即登录 QQ 登录，同意，确认，验证码，哎，我做的是指甲以后，我打字都打不明白。好啦，空降，我要开始空降了。没关系，我可以一边直播一边直播一边给你们空降，因为这个空降也是我答应你们的，所以我不能因为别的事情去影响这个事情，所以稍微等一下下，我们再来解释。反正我这个直播开着，我也确实是在这个空降页面，我不会拿手机干别的的。音乐馆，点进去，哪里有音乐馆啊？
哦，我在这儿。哦，我看见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啦！你没有看到吗？我发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水它会滚。普通话题，哎，我是不是要在这里面？刚刚去的对啊。那我直接就回复就好了吧。我回复几条了？2条了，3条。4条。只能回10条吗？我问问。哦，只能回10条。喜欢吃什么口味的蛋糕呀？我不咋吃蛋糕。5条了。好的，就我有看到你们这里面的问题，一会儿我专心的空降完了以后，我会为你们做出解答的。那个不小心强退了，不知道为啥，刚才闪退了，是不是没电了，还是咋了？还是咋了？是我长时间不说话，完了之后他给我。
好像我是不是现在要去扑通社区了？还有。我不知道打啥，打完有没有删呀？哎呦，打错字了，过2天见，过2天见。
应该是没关系，我们那个再继续解释吧。然后已经空降完了，如果一会儿还需要空降的话，会提醒我的。然后刚才因为我在大家手机快没电了，然后我在大家的评论里面，大家有让我讲一下我 MV 拍摄的时间线，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去看一下我很多的直播回放，这个是我单凭我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大家去看看直播回放就知道了。我很早之前，包括我们跨年的时候就已经在筹备 MV 拍摄这个事情，已经在拍 MV 这个东西了，然后包括我之前很早有讲过，就是都在我的直播回放里面，我很早就有讲过 MV 这个事情，就大家可以帮我把我说的截图给我截出来，然后再加上我之前就已经说过 Who 这一首歌很早之前就已经制作完成了。我来看一下啊，我看看聊天记录。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这东西要怎么给你们？因为有，算了，我截一下图吧，因为这个有头像不太好，但是时间会看得到的。当然，我们是怎么讲呢？我们是没有完全按照这个东西去进行的，就改掉了很多的。我截一下，我把老师的头像截掉。但是时间是在的。这个上面时间大概大家可以看到是10月份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专辑的东西，就是大家自行截图10月22号的时候，这是专辑的东西，一小部分东西吧，但是我们没有按照这个来，就是，但是这个可以证明就是已经搞好了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要是别人要是再去讲你们就，别人要是再去给你们讲这件事情的话，我也希望你们可以不是依照自己的话去讲，而是我去说过这个事情。看不到时间吗？截图看不到时间，看不到时间，怎么会？哎，我这指甲看得到吗？时间看得到吗？2021年的10月22日。截图了哈，好的。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说了
因为为什么我们会有就是宫殿啊，类似于这种，其实我们也是按照就是概念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都是按照这个概念也是有参考的，但是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来，所以才会有这些类型的产生。这个是当时我们歌曲制作时间也很重要。好的，现在就找，立马就找。但是是这样的，我们的歌曲制作时间后面最后一版就是在前几天，因为老师新进了一个机器，那个机器很厉害，我们又过了一遍机器，但是这个东西在很早之前就有了，我得再找一下。我记得我的手机里应该是有的。都好早之前了。不行，照片太多了，我得从聊天记录里面找。文件。这个怎么横屏过来啊？算了，我截一下图吧，这也牵扯到头像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吗？这是我的歌名哈，歌名，然后这是时间，时间在这里，就是我们会进行了混音，完了之后等等等等乱七八糟这些一系列的事情完了以后，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同时进行的，所以时间线我觉得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再近一点，好，立马进。这能证明什么？证明的就是我的时间，我歌曲制作，包括我的 MV 制作，这些都是要同时进行的。你们也能明白为什么要同时，因为要保持概念、观点全部一致。就是有了这首歌，我们肯定就会有 MV， 因为我的梦想就是拍摄一个 MV， 所以这首歌是肯定要拍 MV 的。就我这么说，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去理解我的意思，因为我想着是这首歌，我以前都没有自己单独的去拍一个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想很好的做一个更好的诠释，以我自己的故事反了，我镜像了，你可以把那个截图以后，然后再镜像就可以了，因为我想把我自己经历的部分，然后包括我自己个人的想法，然后全部的能写的、能拍的拍到这个 MV 里面。至于刚才有人说画面撞得多，如果你故意去截图的话，我已经讲过了。首先，如果你刚才没有看到的话，那没关系，我可以再给你解释一遍。首先，我们月亮的场景刚开始打算用的 VJ， 我全部都已经在
我刚才的直播里面全部放过一遍了。放过一遍之后，为什么当时我们说要月亮的这个场景，而且我们月亮不是只有月亮，我们是一个光之门的场景，它的门后面有一个月亮。当时我们的 VG 颜色是跟我的红衣服不匹配的，然后红衣服我们是经过品牌的确定，然后我们进行了手工的制作，因为红衣服它因为一些原因它没有办法运到北京，然后我们就经过了品牌的同意，然后我们进行了手工的去制作这个东西，然后包括这个加的这个什么细节，就是所说的这个袖子，它的原版的照片。这谁呀？原本的照片我来找给大家。这是我们原版的照片，大家可以截一下图，因为有一些原因它运不来。爸爸，我在直播呢，那个一会儿我给你回过去，好吗？哎呀，喂，喂，怎么打了电话不接啊？镜像的，那我把它再反过来，行，等一下啊，我把它再反过来，等一下。反过来这个好反，直接从 iPhone 里面反就好了。再截一遍图吧，现在应该是好的了。是不是看不到我？来，连我一起截。没关系，手机号暴露了就再换一个手机号，无所谓的。就是我的手机号经常会暴露，没关系。这个截图可以看到我吗？一起截。然后怎么讲呢？就是该解释的差不多都已经解释完了。然后大家有什么疑问，然后可以留在我们的这个留言板上，我会进行新的解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其实大家如果要是想看的话，看回放就可以了，就看我之前的回放就可以了。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怎么又在打？哎呀妈呀！其实这个东西，说实话，它真的，你怎么讲，就算你怎么说，也是会有人不相信这个东西。没关系，大家都是为爱发声，我也能理解，我也都知道。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冷静处理一些事情和冷静看待一些问题，因为我知道都是大家的心血，我明白，我也很能理解。因为换位思考，就是你们换位思考一下我没有做的事情，然后如果大家突然来说这个事情。我肯定会很难受的，包括我们的成品，我到昨天都在调，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精益求精的人，我就是属于那种我会一直调，我就对自己的作品非常的严谨，而且我觉得应该能了解我这个人，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不会就是说做这种奇怪的事情，我还嫌自己麻烦不够多嘛，我是不是？所以呢，无论怎么样。无论是别人说什么，或者是别人做什么，我觉得首先我希望我能第一时间然后站出来，不用被别人去诟病我在这件事情准备了什么。我知道我可能准备的不够充分，我可能证据也不够充分，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我
没有时间去反映这个事情，我是没有提前去预知这个事情的，因为我并不知道，所以我只能比较仓促的给大家做一个解释，不要左右看。但是我想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左右看。我们对，就是我没有做出这种比如说提前的准备，所以我才会去想我脑子里要说的话。我就准备给大家这个仓促的解释，确实是有一些不太怎么理智吧，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希望我能站出来，而不是你们要替我去承受这些东西。我希望我的解释可以让你们挺直腰板，大概这个就是我今天想做直播的一个原因。至于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觉得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可以为你们说明，我没有选择让知的团队或者是其他的账号去发这个东西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只有我本人出来解释一些 MV 的故事线，包括还有我自己可能想表达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应该大概都跟你们说清楚了，只有我可能本人才能说清楚我人生是怎么套进这个 MV 里面的。所以我希望可以让你们挺直腰板去解释这些东西吧。我也希望，因为这个是我的作品，我的第一首 MV 作品，我不希望它会被别人讲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我有做，我不会在这里直播。如果不相信，我觉得没关系，你可以站在你喜欢的人立场上为他说话，但是我也有捍卫我自己的权利，因为我没有做就是没有做。然后我想想我还需要说什么吗？今天确实是有一点突然，因为我今天过生日，然后那个 MV 发了以后，那个妈妈来家里嘛，不是，然后我们准备做饭啥的，然后我也是粗略的赶紧收拾了一下，我也不希望蓬头垢面的见你们，因为这也算是生日直播了吧。因为我该解释都已经解释了，首先它就不存在于，我已经解释为什么是这个场景。那么沙漠跟废墟它的区别是什么样子的，我也解释过了，它不存在于雷同或者是抄袭等等这样的事件。如果你一定要这么认为的话，那我怎么跟你解释也没有用，就我已经讲过这件事情了。我虽然我很想让你相信我，但是如果你已经认为我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我很清楚。但是你知道吗？就你可以说我怎么样，但你不能说我的作品。我真的会心里会很介意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我们团队从我还在团的时候准备的东西，也准备了很久。我还是希望大家能理性发言吧，好吗？就是理性一点。好了，那就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到此结束了。今天虽然我有的措辞会比较仓促一些，但是我相信你们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我能嘴比较笨，不好意思，我没有非常有逻辑有准备的去解释这个事情。如果后期有需要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还是要解释的话，那可能还需要解释，但我个人觉得没必要了，我已经讲完了，信不信就由他们去就好了。我不希望过多的事情再做过多的解释，
OK 吗？MV 拍摄的时间，我无论是什么时候拍摄的，我也没有抄袭，谢谢，没有抄袭，谢谢大家。就是我会把更具体的东西，我刚才已经截图了，我希望你可以去翻看一下直播，这个样子 ，OK 吗？翻看一下直播，如果你刚才没有看到，没有关系，翻看一下，看看回看就 OK 了。我也不怪你，我也不怪大家对我的抨击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些人都有发言的权利，我觉得我作为公众人物，我应该去承担这些，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也想好好的解释清楚，为支持我的人，为喜欢我的人解释清楚，我觉得没关系的，好吗？那我就大家不要难受了，大家不要难受了，好好听歌，然后我们28号还有生日会就好了，就看看舞台就好了，就不要想太多了。加油，我是最棒的，我可以，我没有抄袭，谢谢大家。哦，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说，那个就是如果给大家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我跟大家说真的很不好意思，在我生日的时候，然后造成这样不好的影响，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我又必须要跟自己解释。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没有看过老师的作品，然后出了这件事情以后我看了，然后现在才看这个，如果我就是有有什么做的不太好的地方，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吵架，不要给网络环境造成不好的影响。我希望大家不要吵架，对，就是这样。可以发表个人的观点，但是不可以骂人，不可以吵架，好吗？ OK， 不要吵架，谢谢大家。无论如何。